陈浩，今天是我们恋爱3周年纪念日，这就是你说的在公司疯狂加班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懒得装了。周周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我熬夜3个通宵替你写 S 级策划案，为了供你考研，给你买你身上这套几千块的西装，我每天只吃2顿水煮菜。你现在跟我说分手？哎呦，陈总监，这就是你那个一直在死缠烂打的极品前女友啊，穿的跟个送外卖的似的。曼曼，让你见笑了，这种底层的穷酸气确实拉低了你的档次。周周，你看看你穿的拼夕夕地摊货，你能给我什么？沈曼是沈氏集团的大小姐，她一句话就能让我直接当上副总。你这个吃软饭的混蛋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良心值几个钱？别再来纠缠我，耽误我赚钱。对了，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上班了，你被开除了。3年的付出，1000多个熬夜，原来在一个有钱的大小姐面前，真的连个屁都不是。鸡蛋便宜了5毛，这卫生纸怎么还涨价了？周周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说好带3周年纪念蛋糕给我尝一口的。他让你自己回来的吗？夏夏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他出轨了，他上了沈氏集团大小姐的车，他还嫌我穷，嫌我穿地摊货丢他的人。不哭，周周，咱们不哭。那个吃软饭的渣男，眼睛瞎了，看上他算我们倒霉。夏夏，我要是真的被开除了，我拿什么交下个月的房租啊？周周，看着我，房租的事你不用管，就算去天桥底下贴膜，我也养你。你现在去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可是明天……没有可是，相信我，一切交给我。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我保证，属于你的东西，谁也抢不走。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公司张律师借我用用呗，再给我打点钱。知道回来了，账号没变，钱明天到。张律师我让他联系你。谢谢爸。周侯，你还有脸来公司？你平时工作态度散漫就算了，为了区区2万块钱，你竟然敢把公司下半年的核心机密文件卖给竞品公司！天哪，平时看他老老实实的，居然背地里干这种犯法的事儿。难怪陈总监要和他分手，这种商业间谍留在身边简直是定时炸弹。血口喷人，那份机密锁在你保险柜里，密码只有你知道，我拿什么偷？还敢狡辩？监控坏了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你在公司就是个打杂的，眼红我当上总监，所以蓄意报复。陈总监，你们星月就这么招人？手脚不干净的底层员工，我看不仅要开除，还得全行业封杀。沈小姐说的对，您放心，我绝不姑息这种败类。赶紧处理吧，我先走了。陈浩，你这3年所有升职加薪的方案，哪一个不是我代笔的？你现在为了讨好那个女人，拿毁我职业生涯当投名状，你还是人吗？我闭嘴！满嘴胡言乱语！保安呢？保安死哪儿去了？给我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立刻剥夺她的工卡，把她赶走！是又怎么样？有权有势就能定规矩，你一无所有，凭什么跟我争？走吧你，别让我们动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这不是昨天还在跟我抢打折鸡蛋，为了几毛钱水电费跟我念叨半天的抠门室友林夏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您就是林总吧？
今天紧急通知要来视察的全资收购方。林总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公司的运营总监陈浩，久仰您的大名。您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在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的人？林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素不相识，我哪里得罪您了？夏夏，你到底是谁？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这家公司100%绝对控股的新老板林夏，并且我现在宣布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周周就是星月传媒新任的策划部总监。你就是周周的闺蜜林夏？这不可能，这合同不会是假的吧？陈浩先生，这份全资收购确认书具备绝对的法律效力，已在工商局完成变更备案。站在您面前的正是星月传媒%持股的唯一合法代表人林夏女士。陈浩这回算是踢到钛合金石板了，让他平时那么嚣张。夏夏，你为了我买下了一家公司。傻瓜，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这点钱就当给我家周周买个出气筒了。林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保安，我的保镖呢？林总，请吩咐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把人像垃圾一样扔出去，今天就让他自己体验一下。给我把这个吃软饭的废物从公司大楼里扔出去，是扔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是这家公司的员工，你们有什么权利赶我走？陈先生，由于您涉嫌职务侵蚀、窃取他人商业方案，公司已经决定单方面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，您被开除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曼曼，我被星月开除了，你得帮我，我要弄死他们！真没用，在自己的地盘还能被2个女人扫地出门，哼！我沈曼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曼曼，都是那个周周，他们不仅把我赶出来，骂你们沈氏集团都是一群瞎了眼的暴发户。我是为了维护你的名誉，才被他们赶出来的。他们敢骂我？买个破星月传媒，真以为自己是根葱了？曼曼，只要你能帮我进鼎耀传媒，凭我在星月手里掌握的客户资料，我保证1个星期之内把他们的单子全抢空，让星月变成一个空壳。好啊，鼎耀的老总是我叔叔，一个总监的位置而已，我一句话的事。现在能和我说说怎么回事了吧？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是害怕我对你好是因为你的钱吗？所以才隐藏身份？当然不是，我和家里人吵架了，我是离家出走的。我们这种家庭从小就被教在外面要隐藏身份。真不是故意瞒你的。那你现在是和家里服软了？对啊，我可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拿下星月的，你可不能让我亏钱啊。放心吧，这下渣男被开除了，怎么样，爽不爽？夏夏，陈浩没那么简单，我怕他会报复回来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他敢来，我就让他这辈子翻不了身。喂，王总，这周的活动方案我们已经……什么？你要解约？违约金您照赔？喂，王总。又退单了，这已经是今天上午第3个大客户发来解约函了。大家冷静一点，
立刻把所有解约客户的名单汇总到我的办公室，没到最后一步，不准说丧气话。林总，周总监，出大事了！行业排名前3的鼎耀传媒突然对我们发起了恶意围剿。他们不仅开出了低于成本价的报价，还把我们下半年的3个千万级核心特客户全给截胡了。鼎耀传媒，我们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们疯了吗？做这种亏本买卖？林总，周总监，别来无恙啊！收到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了吗？陈浩，是你搞的鬼！我现在是鼎耀传媒的运营总监，沈氏集团也已经和鼎耀签了独家战略合作。周总，这3个客户只是开胃菜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你们能坚持多久。周周，我们的基本盘要崩了。崩不了。周周，不就是3个大单吗？他陈浩敢打价格战，我就敢陪他烧钱。这张卡里是我私人信托里的1000万零花钱，你拿去填窟窿。夏夏，把卡收起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客气？公司要是断了现金流，就彻底完蛋了。这不是客气，这是商业竞争，不是撒气。陈浩背后有沈氏集团和鼎耀传媒撑腰，他们的资金池深不见底。我们拿你私人的钱去填这个无底洞，最后不仅会拖垮公司，还会把你卷进家族的责难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那个渣男踩在我们头上拉屎？他抢走的是那些俗便宜要面子的头部虚高客户，但他陈浩忘了，这3年星月传媒真正落地的所有细分数据，全都在我的脑子里。大家听好，陈浩挖走的是头病客户，但头病客户的获客成本极高，利润率其实只有不到 15%。周总监，那我们现在去哪里找单子填补这么大的空缺？看这里，这是我过去3年暗中梳理的长尾客户名单，这些都是3线城市的品牌方、地方农产品和小微电商，他们单笔预算小，陈浩和鼎耀传媒根本看不上他们。但只要我们将这500个小客户联合起来，做一场下沉市场中秋联合大促，采用打包物料和共享流量池的模式，我们的边际成本将无限趋近于0，立正率能达到惊人的 40%。对啊，蚂蚁吃大样，这招绝了！所有人，今晚通宵拆分名单，明天一早我要看到联合大促的出口。周周，你太牛了！这个模式只要跑通，我们根本不需要那几个大客户。现在只剩最后一步，这个模式需要极低廉的源头物料成本，现在只有宏图代工厂能给出我们想要的底价，我必须亲自去拿下他们厂长。周周，听说你们昨晚通宵搞了个什么下沉市场的破方案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不过我要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最大的源头工厂宏图代工厂，半个小时前刚刚和我签了半年的独家缺跌协议。大叔，麻烦您再通报一声，星月传媒的周周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见一面王厂长。走吧走吧，王厂长交代了，星月传媒的人一律不见。我们厂刚和鼎耀传媒的陈总监签了独家大单，陈总监特意嘱咐过，绝不能放你们进去。我不管陈浩给你们许诺了什么，如果今天王厂长不见我，他仓库里积压的那300万库存就只能烂成废铁。你谁呀？保安怎么放你进来的？出去！王厂长，给我3分钟，如果我说的不对，我立刻走人。陈浩代表鼎耀传媒给您签的确实是大品牌的代工单，但他给您的压价绝对在成本线的边缘。更致命的是，大品牌的退换货率高达 15%， 而且要求极其严苛的品控。您现有的生产线老化，根本吃不下这么精细的单子。那也比你们星月传媒强。陈总监可是背靠沈氏集团。
他背靠谁都救不了您仓库里积压了整整半年的300万包装盒库存。中秋盲盒大促瞄准3线下沉市场，精准清空您300万呆滞库存。星月传媒全流量举饭操盘，您出库存底价，利润55均分。跟着陈浩不仅白干，还要承担风险。跟着我，您这300万的死账马上就能变成现金流。这笔账，王厂长算不明白吗？陈浩那个王八蛋，签合同的时候就在合同里埋了罚款的坑，老子早看他不爽了。老李，让车间停下顶药的测试线，通知仓库把那300万包装盒全部拉出来。周总监是吧？明早8点，第一批货准时发车。周那个女人，居然说服了王厂长倒科。老黑，10万块钱已经打到你账上了。今晚12点前，我要星月传媒的主服务器彻底瘫痪。周总监，林总，不好了，我们的主服务器遭到了不明来源的超大规模攻击。怎么回事？流量峰值超出了我们的承载上限10倍，有人在恶意攻击我们，服务器死机了，所有页面都崩溃了，用户根本进不去我们的商城链接。小张，主服务器死机就让它死，拔掉外网网线，用这个物理密钥直接切入这个有盘里的备用服务器。周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陈浩是什么样的小人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他既然敢放狠话说要弄死我们，就绝对会在最后一秒下黑手。曼曼，昨晚过了12点，星域传媒的页面全线崩溃，他们那些便宜货一件都没卖出去。周现在估计正抱着那个破产闺蜜哭呢。干得不错。陈浩，你他妈是个东西！你不是说星月传媒死定了吗？昨晚星月传媒搞的那个下沉大促，短短8个小时横扫了整个3线城市的渠道，他们的销售额破了5000万，利润翻了整整2倍。而我们顶药呢？因为你这头蠢猪强行降价抢大客户，我们这周的利润是0，是负数。你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！这怎么可能？周，我们赢了！我们不仅活下来了，还赚翻了！你简直是我的神！表哥，从现在起，这家乌烟瘴气的公司由我全面接管。你在国内偷偷挪用家族信托的钱，买了一家快破产的传媒公司，还学人家烧钱价格赛的。我不回来，家族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什么快破产的公司？我们昨晚刚做了一个5000万销售额的联合大促，赚翻了好吗？5000万流水，扣除你们盲目砸钱的引流成本、昂贵的备用服务器租金和人工杂事，净利润能有几个点？查账。从这一秒起，冻结林夏名下所有的特权账户，没收财务公章，没有我的签字，1分钱都不准动。表哥，你不能这样！这就是你们引以为豪的战绩，管理混乱，人员冗余，账目做得很热闹，但抗风险能力几乎为0。只要外部稍微卡一下你们，公司下个月连运转都困难。表哥，你不能这么全盘否定。要不是周总监力挽狂澜，硬生生跑出了一套新模式，搞定了大促，公司早被陈浩那个混蛋搞垮了。就是你。我不管你们之前在玩什么过家家的好闺蜜游戏，在我陆燕接管的公司里，只认真实的业绩
不认关系。表哥，周周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更是公司的功臣，你不能针对他。陆总，我不需要林总的包庇，星月传媒这半个月的每一分利润，都是我带着团队一家工厂一家工厂跑出来，一个通宵一个通宵熬出来的。你有专业的审计，账目上的真实转化率不会说谎。嘴硬没用，别以为你昨晚瞎猫碰上死耗子赢了一局，就能在我这里蒙混过关。靠关系进来的蛀虫我见多了，如果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职位，就算有林夏保你，我也一样会让你卷铺盖滚蛋。那陆总，拭目以待。这里的客户资料极其杂乱，而且大多都有过极其糟糕的服务体验，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听说了吗？外面都在传，周总监昨晚那个方案是花钱从别的公司买来的，他自己根本就不会写策划，全靠林总在背后给他撑腰掩护。难怪呢，新来的陆总一看就是个铁面无私的狠人色，第一天就盯上他了。我看他这个总监当到头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准备简历，另谋高就吧。进。陆董，这是您要的第3季度所有客户的留存数据分析报告。外面都在传你是个只会靠林夏的花瓶，那些方案都不是你写的。外面的谣言是陈浩为了抢客户在恶意散播。陆总既然是专业的执行董力，应该看实际的产出数据，而不是听办公室里的八卦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用真实数据说话的机会。这是一批积压了半年的废弃客户名单，里面有将近3万个早就流失的老顾客。陈浩搞了半年，一个单子都没签下来。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做不出成绩你就主动辞职，别让林夏难做。敢接吗？陆总，不用3天，我只需要2天。陈浩以前之所以搞不定这批名单，是因为他只会做表面包装，根本不去分析这些老客户为什么不复购。只要我把这3万个流失客户的沉睡原因拆解出来，重新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极低成本的挽回方案，这批死水就一定能活过来。他不仅会写策划案，居然还在直接改底层的数据分析模型。看来陈浩散播的确实是谣言，这个女人根本不是什么花瓶。陆董，他昨晚来过。周周，听说新来的陆总给你扔了一批积压了半年的废弃名单，怎么样？你马上就要被卷铺盖滚蛋了吧？我再好心告诉你一句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那批废弃名单里排名前3的最大客户，他们内部的采购经理早就被我打点好了。今天上午10点，他们就会在行业内联合发声明，彻底将星月传媒拉黑。你死定了！陈浩那个草包，以前交上来的那些所谓 S 级策划案、底层逻辑和数据模型，居然全部出自这个女人的手。陆董，经过我们后台日志的比对，确实如此。周小姐不仅懂策划，她对底层数据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我们团队里大部分的专业审计。她不是在写策划，她是在用数据算胜率。林夏这个疯丫头，这次倒是真的捡到了宝。那关于外界传言她是靠林总上位的谣言，我们要不要出面澄清？不用，在这个行业，解释是最廉价的。既然他想自证清白，就要靠他自己的实力。哟，快看，咱们的总监大人连外套都换成男款了，这质感一看就是总裁办那位的吧？有些人啊，业务不行，这向上社交的本事倒是一流。陈总监才走几天啊，这就攀上新高枝了。有时间关心我的外套，不
不如关心一下你们这周的考核指标。如果你们觉得复印机比策划案更重要，我不介意帮你们向陆总申请，调你们去后勤局专门负责复印。外套看来很合身。陆董，昨晚谢谢您的外套，我马上洗好还给您。披着吧，空调开得低。方案做完了，完成了。我把3万个流失客户按价格敏感和体验受损做了分层，针对陈浩以前得罪过的那批老顾客，我制定了诚意补偿计划，不需要额外砸钱，只需要利用我们现有的源头工厂库存做抵扣。数据很漂亮，但陈浩不会坐以待毙。周周，别费劲了，你来不及了。看来某些人已经等不及要去跳坑了。叫你们老板出来！我们这3年在星月亏了多少钱？今天这事儿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直接去工商局举报你们欺诈！哟，周总监，听说你熬了一通药想盘活这些烂账，可惜啊，在王总他们眼里，你现在的行为就是骗子。陈浩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这几位老总以前都是你负责的客户，是你吞了人家的返利，才导致人家流失的。林总，话不能乱说。现在我代表鼎药来帮这几位老总讨回公道。周周，你的方案呢？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行骗的。王总、李总、张总，陈总监说的没错，星月传媒过去确实欠了各位一个交代。哼，交代？我们要的是钱，是损失补偿。这是我昨晚查到的3年前您那批货被陈浩无故扣下的原始记录，以及他私下收受物流公司回扣，导致您延期损毁的证据。周周，你疯了！你敢血口喷人！审计团队已经完成了核实，陈先生。如果你觉得这是血口喷人，我不介意现在就让法务把这些流水单据发给警方。除了这些证据，这是我的补偿方案，不仅能填平你们当年的坑，还能让各位在今年的下沉大促里多赚这个数。王总，这利润点是真的？不仅是真的，只要您现在签字，第一批货半小时后就能发车，未来的财路我帮各位铺好。各位是要跟着陈总监去鼎药继续被人抽回扣，还是跟着我赚这笔稳钱？去你的鼎药！陈浩，你差点害老子丢了这么大的便宜！王总，你们不能这样。沈董那边，废物！我动用了沈家的面子去帮你，结果呢？连几个废弃名单里的客户都能让周周那个贱人盘活，我沈曼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曼曼，你消消气，你听我解释。这都是陆燕那个活阎王在背后给周周撑腰，我没想到星月居然能查到3年前的旧账。别给我找借口，下个月的星光宴，鼎药传媒要拿到承办权，你给我一份策划案。我要彻彻底底的把星月传媒踩死。曼曼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在做了，我保证这次的方案绝对是行业天花板。你最好能做到，如果这次搞砸了，让我沈家丢了一丝一毫的面子。你就给我从哪儿来的滚回哪里去。周周，你昨晚简直神了！那3个老总签完合同，今天一早定金就打到公司账上了。不过下个月的星光宴可是我们星月打翻身仗的关键，舞台搭建的供应商找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联系了业内最顶级的华彩舞美赵总，只要签下他们，我们的视觉效果绝对能碾压鼎药传媒。那就好，有你出马，我100个放心。顶配策划案，我他妈上哪儿去编一份顶配策划案？以前这些东西都是周周那个女人写出来的。陈总监，刚打听到最新消息，周周今晚要去签华彩舞美的赵总。华彩舞美，那可是业界最顶级的设备商。马上给赵总打电话，就说沈氏集团要包下他的全部档期。另外，给我订一间皇朝会所最豪华的包厢。
周周，你想翻身？做梦！赵总您好，我已经出发了，大概半小时后到您公司。哎呀，周总监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的档期突然满了，实在调不开。赵总，我们可是提前1周说好的，您现在是违约。周总监，你要是真想要这批设备，今晚9点来皇朝会所的至尊包厢。不过这合同最后能不能签，得看你今晚有没有这个诚意啦。陈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，周总监看到我很意外吗？周总监，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陈总监现在代表的可是沈氏集团和鼎耀传媒，他们刚才已经出了双倍的价格，包下了我下个月所有的设备档期。陈浩，你故意出高价截胡我的供应商，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。看你的笑话？周周，你太高估你自己了。你以为靠着林夏那个只有几个钱的蠢货闺蜜，你就能在这个圈子里立足？既然赵总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。违约金我们会按流程起诉，告辞。陈浩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法治社会，限制人身自由是犯法的。走，可以。周总监既然大老远跑来想谈生意，总得拿出点诚意。这酒要是喝不完，你今晚哪也别想去。陈浩，我之前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呢？你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别在我面前装清高了。你以前为了帮我跑业务拉资助，跟那些油腻的小老板喝到吐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下三滥？现在当了总监，开始装贞洁烈女了。我数到3，不喝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就是啊，周总监，这点面子都不给陈总，以后在这行还怎么混啊？如果今晚拿不到华彩的设备，林夏会因此面临家族的问责。第一杯，敬赵总的言而无信。真是感人啊！你这么拼命，林夏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还是说你在星月传媒不仅出卖劳动力，还出卖色相，想搭上陆燕那个活田王啊？你闭嘴！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龌龊无耻吗？哼，陈总，看来这位周总监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既然他不喝了，那我们这合同也没法谈了。听到没有？赵总让你喝，滚开！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陆总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误会。放开他。陆总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华彩舞美的老赵，我们正和星月的周总监谈合作呢，稍微喝了2杯。陆总，你喝酒，两位真是好雅兴。陆总，这都是陈浩的主意，是他出了双倍价格包了我的设备。赵总，华彩舞表明天有一笔3000万的银行过桥贷款要批吧？那家银行的风控是我们陆氏在做，明早你们公司的信用评级会被下调为风险级。至于你的设备，留着在仓库里发霉吧。陆总，我错了，这单子我免费做，您高抬贵手。
陆总，周周是我前女友，我们就是私人恩怨。陈浩，既然你喜欢用资本的规矩压人，那我就教教你真正的规矩。你最好祈祷沈家能护你一辈子。设备，华彩的设备还没签，下个月的星光现象点怎么办？设备的事我来解决，你现在的任务是闭上眼睛休息。陆燕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好没用？离了林夏的钱，我连个供应商都搞不定，我好累。周周，你醒了！你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要不是表哥昨晚刚好在那家会所谈事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夏夏，这是哪儿？这是我表哥的私人公寓，他昨晚把你带回来的，他自己去书房睡的。陆总，昨晚谢谢您。道谢就免了。你昨晚单刀赴会去见那种人，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全吗？表哥，你怎么还教训人啊？是陈浩那个渣男太阴险了。不过，针对鼎耀传媒的反击已经开始了，他们不会借给陈浩设备，哪怕一个灯泡。那我们需要的设备，我联系好了，别担心。李总，哪怕是旧设备也行啊，价格好商量。喂。陈浩，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说把华彩的设备拿下了吗？怎么现在连个影都见不到？星光焰马上就要开始竞标了，我们拿什么和星月争？曼曼，是陆燕，她护着周周，用资本的力量掐断了我们的供应链。我不想听借口，我只要结果。周周，过来。既然他这么想偷我的方案去沈曼面前邀功，那我们就送他一份大礼。陈总监，钱我收到了，但是周总监的办公室平时根本进不去，要是被发现，我会坐牢的。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。今天中午12点。星月要开全体高管例会，陆燕和周珠都不在，你只需要把那个 U 盘插进他的电脑，事成之后，我不仅再给你10万，还直接把你调进鼎耀当我的助理。好，我干！陈浩居然买通了我们的人，表哥，现在就让保安去抓他现行。抓一个前台有什么用？陈浩要方案，我们就给他方案。自从现在的一些，阿帕哥可以分台的主查，并且我们在那份草案里加了点料。预算虽然高了点儿，但这个构思配得上我们沈氏的面子。过几天的竞标你好好准备。有了这个方案，我们一定能拿下星光焰的承办权。周周，准备好迎接你们星月的倒闭了吗？既然鱼已经把钩吞进肚子里了，周总监，为了庆祝，今晚陪我加个班。周周，今天之后，这个圈子里再也不会有星月的名字。偷来的东西，用着不扎手吗？我们采用了世界顶级的液压矩阵升降技术，这不仅是一场晚宴，这是一场视觉革命。周周，看到没？陈浩的才华只有在沈家才能发光。今天这项目，我们鼎耀传媒拿定了。
经过审议，我宣布星光宴的执行权交给鼎耀传媒。演得不错，接下来就看他能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了。老赵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这份图纸我拿给沈董看的时候，预算明明是3500万。你现在跟我说，光这主舞台的材料费就要1800万。陈总，真不是我坑您，您自己看看这份图纸上要求的承重柱材料，航空级碳纤维特种钢，这玩意儿国内都没现货，得进口，1吨就要6万块。按照您这图纸上的用量，再加上那些顶级的全息投影设备，3500万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，咱们还得倒贴几百万进去啊！倒贴？这不可能，这图纸明明是……陈总，要不您再去跟沈董申请追加点预算，要不然根本不能按原计划做啊！追加个屁！沈曼才在沈董面前夸过我，我现在去说预算不够，他们会怎么看我？我绝不能在周周那个贱人面前丢脸。老赵，这几年你在外面接私活、偷工减料的事干得还少吗？陈总，这可是沈氏集团的年度晚宴，上面要站几十个模特和名流的，谁他妈能看出来里面是什么心？把那些昂贵的特种钢全部给我换成最便宜的普通空心镀锌管，外面给我刷上最高梁的防火防锈金漆。可是这承重，万一塌了，晚宴就2个小时，能塌到哪里去？这中间的材料差价至少有1000万，你拿200万，剩下的今晚全打进我的海外匿名账户。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你以后也不用干了。鱼咬钩了吗？不仅咬了，还连着毒饵一起吞下去了。把原本就极限的承重参数换成了最劣质的空心管，他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。他连自己的棺材板都敢偷工减料，那我们就成全他。周总监，他的戏台已经搭好了，现在该我们把星月传媒的真方案拿出来了。这场仗才刚刚开始。说起来，我表哥倒也配得上周周，孤男寡女，深夜加班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。那就……陆总，我们的备用方案走极简的工业废墟风，用航天级碳纤维作为骨架，不仅绝对安全，而且搭建速度极快，2小时就能完成应急救场。方案很完美，不过碳纤维的调配需要我的家族权限，我来练习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！别动，这里全是图纸箱，小心绊倒。门被反锁了，从外面锁的。林夏这个疯丫头，她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？看来我们今晚只能在这里交流感情了。对不起，陆总，我没看清地上的箱子。没摔着就好。陆总，你穿着衬衫会感冒的。我没那么脆弱。你要是病倒了，明天去郊区代工厂敲定备用舞台的事儿，谁去定？如果陈浩知道他处心积虑偷走了一份要命的假方案，而我们却在这个被反锁的房间里悠闲地筹备底牌，他大概会气疯吧。以前觉得委屈，我熬了无数个通宵，写出了行业顶尖的方案，署名却全是陈浩。那时候觉得只要能帮他出人头地，我们就能在这座冷冰冰的城市里有个家。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，陈浩的背叛反而把我从那个卑微的壳子里敲碎了。我的才华不该是谁的附属品。陈浩的背叛反而把我从那个卑微的壳子里敲碎了。我的才华不该是谁的附属品。其实我们很像，在外人眼里，我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陆家继承人。但我刚接手海外分部的时候，那些元老都在看我的笑话，他们只认血统，不认能力。我用了整整3年时间，才换来了今天的绝对掌控。周周，这个世界从不同情弱者，但幸运的是，你足够强大。嘿嘿，关了一晚上，这俩人感情进度甜，应该走了一点吧。
周总监，这就是陆总联系我们要的那套备用舰，原先是给市政国庆晚会准备的，安全系数比普通商业舞台高出2个等级，承重系数标准值的1.5倍，12个成年人同时起跳都不会晃。液压升降系统，德国进口3重保险。周总监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顶药的人前天也来找过我，想让我给他做一套最便宜的2手脚手架，报价压到正常价的1/3，我没敢接。他们后来找谁了？听说是城北的老孙，那人专门收工地报废的钢管翻新一下，就当新的卖。那个什么星光宴，怕是要出大事。王厂长，这套备用片我签了，从现在到审视晚宴当天，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你的人，我的团队，全部签保密协议。周总监放心，老孙那边你也帮我盯着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陈浩，我等着看你作茧自缚的好戏。怎么样，设备那边搞定了？搞定了，备用舞台随时可以拉过去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周周，你和我表哥的进展怎么样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知不知道我早上醒的时候快被吓死了？还好今天要去工厂看设备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陆总。这有什么？我觉得我表哥对你挺有意思的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当我表嫂啊？这样我们就能亲上加亲了。我还有勇气走进一段新感情吗？先生，这里是星月传媒的高管专用车位，外来车辆不能停这儿，麻烦您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是鼎耀传媒的陈浩总监，沈氏集团的准女婿。今天我是来给你们星月的老板送请柬的，地上这些钱够买你这破车位1年的了吧？哟，大家都在忙着捡我们鼎耀传媒不要的那些下沉市场的破单子呢。陈浩，你这个死渣男来干什么？我们星月传媒的门槛也是你这种垃圾能跨进来的？保安呢？谁把没拴绳的狗放进来的？林总别这么大火气，我今天是代表沈氏集团来给你们送福利的。周总监，明晚就是我们沈氏星光大典的正式晚宴了，我特意跟沈董申请，大发慈悲的给你们星月留了最前排的2个 VIP 座位。周周，我就是要让你坐在台下，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把你的心血踩在脚下，换来我今天的荣华富贵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拿着偷来的方案在这里耀武扬威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夏夏，别急。去，既然陈总监这么用心，花了3500万搭了这么大一个戏台子请我们看戏，我们作为你的老朋友，为什么不去？哼，算你识相，明天最好穿得体一点，别被当要饭的赶出去了。周周，你疯了！他摆明了是要在全城媒体面前羞辱我们，我们去了就是给他当垫脚石、当背景板的。我如果不去，怎么能听得清他骨头摔碎的声音？陈浩，这舞台搭的确实有气势，完全符合我们沈家的牌面。明晚全城的媒体都会来直播，你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，狠狠地打星月传媒的脸。曼曼，你放100个心，我这几天吃住都在工地亲自盯着呢。这每一个承重柱用的都是最顶级的特种钢材，绝不会出差错。陈总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！您买的那批2手废旧镀锌管管壁太薄了，刚才上面只是放了几个灯光设备上去做测试，下面那根主承重管已经开始变形发弯了。咱们赶紧停工补救吧！你给我闭嘴！停工，明晚就开宴了。现在停工，沈曼会活包了我。完了，你就给我用外面那层金箔装饰纸包厚一点，用工业胶带死死砍住。只要从外面看不出来就行。可是这根本受不住力呀，这是会出人命的。晚宴的高潮部分只有10几分钟，只要撑过那10几分钟，之后就说设备老化自然损坏。你现在要是敢闹，我让你全家都进去。去，给我拿金纸糊上。陆总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打开看看。
陆总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打开看看。这是明晚的星光宴的礼服。谢谢陆总。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可以让你不用一直喊陆总了。我先上楼了。沈小姐，听说这次晚宴的舞台采用了跨时代的重金属机械升降技术。没错，这是我们鼎耀传媒陈总监的独家创意，代表了沈氏集团的绝对实力。今晚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场绝对震撼的视觉盛宴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哟，周总监还真敢来啊！怎么样，看看这顶级红毯的排场，是不是觉得你们星月传媒连个草台班子都不如？平底鞋跑得快，在随时会塌的废墟里，穿高跟鞋是会要命的。难道他知道什么了？不可能！死鸭子嘴硬，等会儿你就好好坐在台下，仰望我是怎么站上巅峰的吧。陈总，不能把3层升降台全开呀！全开的话，极限负荷绝对撑不住。滚开！今天全城的媒体都在直播，我不全开怎么震撼全场？我的晚宴，沈氏的脸面全毁了，全毁了！不可能，这怎么会塌？陈总监，这就是鼎耀传媒耗资3000万的顶级舞台吗？为什么连开场都撑不住？这是不是极其恶劣的豆腐渣工程？各位媒体朋友，这座舞台之所以会塌，根本不是意外，请大家抬头看看大屏幕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陈总监，请问你为了800万的私利，蓄意制造这起差点引发群体伤亡的豆腐渣工程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陈浩，你口口声声说代表沈氏集团，这是不是沈总手里你这么干的？沈氏集团的资金链是不是已经彻底断裂了？别拍了，不是我，录音是伪造的，都是周周那个贱人陷害我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董事长在家里看直播，看到舞台倒塌和那些账单，气得心脏病发作，已经送进 ICU 抢救了。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我们沈家瞎了眼才会信任你，你不仅中饱私囊，还差点害死我！各位媒体朋友，沈氏集团对陈浩的行为毫不知情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沈家与陈浩解除一切关系。我们的法务团队会立刻起诉他。妈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说过晚宴成功就跟我订婚的，简直是胡闹！我们投了几百万的赞助费，现在全成了全网的笑话，谁来赔我们的损失？各位品牌方代表，各位媒体，鼎耀传媒的闹剧已经结束了。如果各位愿意，给我们星月传媒一点时间。这不是商业舞台的配置，这是市政国庆晚会的备用件吧？眼光不错，航天级碳纤维承重细路是标准商业舞台的1.5倍。周总监，帅。周总监，之前是我眼拙，这是我们明年的亚太区全案代理意向书，原本今晚要给鼎耀的。我们也是，周总监，之前都有冒犯。我已经让法务拟合同了，周总监，优先考虑我们。走。沈曼走了。他不是主角，从来都不是。各位，鼎耀传媒的闹剧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但属于这座城市的星光大典才刚刚开始。接下来，请欣赏真正的大秀。原来我一直寻找的那道光，早就照在了我身上。周周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曼曼要起诉我，鼎耀要我赔2000万，我走投无路了。周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看在3年感情的份上救救我这一次。鼎耀要我赔2000万违约金，
沈曼把我的车和房子全收走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松手！我不松。周周，你忘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了吗？你忘了你为了给我过生日跑了半个城市买蛋糕吗？你忘了我们在出租屋里一起许下的愿望吗？蛋糕？你说的是3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拿着蛋糕去找你，然后被你羞辱。不是的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是沈曼逼我的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我心里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陈浩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信，不是因为我不再爱你，是因为我终于看清楚了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你爱的是我帮你写的方案，是我替你熬的夜，是我为你在客户面前喝到吐血换来的合同。你爱的是一个能让你吸血的人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林夏的律师团队帮我做的，3年，你升职加薪的全部 S 级策划案，原始文档、修改记录、发送邮件的 IP 地址全部公证完毕，共计代笔费用180万，精神损失赔偿50万，合计230万。230万？你疯了！我现在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。那是你的问题。3年，你拿走我的才华，换来总监的位置，保时捷的钥匙，沈曼的婚约。现在，这些东西都没了，但你欠我的，必须还，1分都不能少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你最好离周周远点。陆燕，因为你会后悔的。他就是个靠男人上位的婊。淋湿了。你怎么才来？堵车。堵你个头！走吧。周周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陈浩，你的人生从今天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周周，你以为攀上陆燕就高枕无忧了？你以为他能护你一辈子？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陈浩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受害者，刚才有人袭击我。陈浩，你涉嫌职务侵占、工程诈骗，金额巨大。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周周，你赢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只是主账号，我们旗下所有合作 K2 的内容全部被限流了。平台方给的回复是算法调整，但我们技术查过了，就是人为干预。我联系了3大平台的对接人，一个说在开会，一个说不方便透露，一个直接挂了电话。后来有内部人士私下告诉我，沈家动用了他们在传统行业的人脉，联合几大头部平台，对星月的宣发渠道进行了全面封锁。欺人太甚！沈老头不是应该在 ICU 吗？谁在下这种黑手？消息说沈父已经从 ICU 转出来了，虽然人还在轮椅上，但遥控指挥的能力一点没省。这次封锁就是他的手笔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断掉星月的流量来源，让我们有单子也宣发不出去，活活憋死。行啊，他沈家能限流，我就能买回来。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动用家族讯托去砸钱买热搜。我就不信沈家那点人脉能扛得住真白银。夏夏，别烧钱。可是沈家限流，目的就是逼我们烧钱。他们在传统流量渠道经营了几10年，那是他们的主场。你拿你爸的钱去砸，砸不穿，只会烧光自己。到时候流量没抢回来，现金流先断了，正中他们下怀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我们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被憋死，用敌人的规则打不赢敌人。我们换个玩法。沈家能封锁头部平台，但他封锁不了每一个人。星光宴那晚，我们积攒了一批3、4线城市的真实用户，他们拍了我们的舞台，上传到社媒，让我们在没有1分钱宣发费的情况下冲上了热搜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彻底放弃头部平台的付费流量，把所有精力全部转向3、4线城市的 KCL 私域社群，让他们替我们说话。可是这批人我们怎么调动？没有预算给他们。不需要预算，他们愿意帮星月说话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星光宴那晚，他们亲眼看到星月是一个敢当场重建塌了舞台的团队。这份信任，沈家买不到，也封不住。周周，我就知道你有办法，咱们干！各位，从现在起，全员转向私域，3天后，
我要看到第一波 KCL 内容上线。破了，破千万了！零宣发成本，纯靠人传人，自然流量破千万。周周，我们赢了！我们用零宣发费打穿了沈家的封锁网。还没完。他们换打法了，流量打不过就开始用行政手段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。就算最后调查证明我们清白，这个过程也能拖我们几个月。所有大客户都会观望，不敢签长约。赵律师，上次我让你整理的那批材料，陈浩坚守过的沈氏合作项目文件还在吗？在。那些文件里有沈氏集团内部的供应商比价记录，那些记录里有没有问题？有，至少3家供应商的报价高于市场价3倍以上，中标方是沈家一个远亲控股的公司。夏夏，通知你的家族律师团队，准备好材料，明天一早我们去市场监管局实名举报沈氏集团涉嫌职务侵占、利益输送、不正当竞争，证据确凿，一次性提交。好，我陪你去。沈家想用规则压我们，我们就用规则堂堂正正打回去。林总、周总监，请问星月此次实名沈氏集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沈氏集团在过去6年中，利用市场支配地位，联合多家头部平台对星月传媒实施系统性流量封锁，涉嫌垄断与不正当竞争。沈氏集团存在供应商利益输掉，其亲属控股公司以超市场价3倍承接业务。全部证据已经整理完毕，包括沈氏集团内部供应商比价记录、关联公司工商档案，以及沈氏向各平台施压要求添流的内部沟通记录。我们正式提交给市场监管总局。林总，沈氏刚举报星月不当竞争，你们今日就反举报，这是报复吗？不是报复，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。沈氏举报我们，用的是捕风捉影的猜测，用的是白纸黑字的证据，两者的区别，各位媒体朋友自己判断。我想对沈氏说，商业竞争应各凭本事。今天起，我们法庭上见真章。市场监管局建材同建建中之力。沈董，市场监管局已立案，涉案金额巨大，并移送经侦。林夏提交的内部沟通记录里，有我们和平台方往来的邮件截图，其中几封措辞非常不利。谁泄露的？还在查，但法务已核实记录属实。经侦一旦彻查，垄断与供应商利益输放都会败露。到时候，曼曼，爸，你今晚立刻去英国，对外发布公告，沈曼因个人原因辞去集团一切相关职务。爸，我不走。你不走？你以为林夏那份举报材料里没有你的名字？陈浩当初经手的那些供应商合同，签字人是谁？是你。你现在不走，等经侦查到你头上，你想走都走不了。爸爸不是在推你出去，是在保你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走吧，出去了就别回来。沈家的烂摊子，爸爸一个人收拾。今天召开发布会，宣布一件事：沈氏集团沈曼将辞去集团一切职务，宣布弃权，并解除其在集团内所有关联公司的任职资格。沈董，沈曼的辞职是否与星月传媒今天的实名诂告有关？这是不是沈氏集团的弃卒保帅？沈曼的辞职是基于个人职业规划的考虑，与任何外部事件无关。有传言说沈曼即将出国，这是否意味着他在逃避监管调查？沈曼的去向属于个人隐私，不便透露。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。沈氏集团副总裁沈曼辞职，实名举报进入调查程序。沈曼走了，你说他站在机场看着我们的广告牌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不知道，也不重要了。他选择了沈家给他铺的路，就得承担那条路的代价。周周，
如果当初我没有隐藏身份，你会不会也像防着沈曼那样防着我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沈曼抢打折鸡蛋的时候会把别人的手推开，你会帮别人把鸡蛋放进篮子里。周周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，就是离家出走，搬进你那间破出租屋。我也是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周周，我把星月传媒30%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你，你签个字就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家公司真正撑起来的人是你。我除了出钱什么都没做，这30%是你应得的。周周，你干什么？你知道30%的星月股权值多少钱吗？知道。正因为知道，所以不能要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不能白拿你的东西。这是这半年我作为策划部总监带着团队做的所有项目，累计为公司创造的净利润，属于我的绩效提成，今天早上刚刚到账。320万。对，这笔钱按照公司当前估值，刚好够购买5%的期权，不是无偿赠送，是真金白银买。周周，夏夏，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，所以才要算得清楚。好，5%就5%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许一个人扛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本台最新消息，备受关注的陈浩职务侵占、工程诈骗一案，今日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。陈浩被判了7年，他当庭认罪，没有上诉。我这下真的彻底摆脱过去了。你现在是钮咕拉周周？陆总，你能别一本正经的搞笑吗？我都快怀疑你是不是被顶号了。你不喜欢吗？林夏说追人要幽默风趣一点。你在追我啊？看来还不够，你都没感觉到我的心意。我能感觉到，而且我对你也很心动，陆总。表哥，周周不在办公室吗？你怎么上去这么久还不下来？走吧。怎么了？林夏说要庆祝陈浩入狱，订了一个巨大的蛋糕，还说要放好日子。林夏的品味果然一如既往的灾难，但很可爱，不是吗？市场监管局那边调查还在进行中，但对方私下透了个底，证据链完整，指向清晰，沈氏那边翻不了。快的话，下个月出结果。太好了，等结果出来，我看沈家还有什么脸在这个行业混。别高兴太早，调查没正式结束之前，一切都有变数。现在他们不动，不代表不会动。他在干什么？这是在开会，周围全是人。法务那边继续跟进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同步。明白。天哪，表哥和周周他们在桌子底下牵手。夏夏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今天天气真好。周周，我都看到了。看到什么？桌子底下，你和我表哥手牵手，十指相扣。你小声点。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谁先主动的？我表哥那种冰山居然会偷偷牵手，这也太甜了吧！
夏夏，求你了，别嚷嚷。好，我不嚷嚷。但是周周，你得告诉我，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亲了吗？他表白了没有？我姑妈知道吗？你一口气问这么多，我怎么回答？周周，我表哥那个人从小到大没对谁上过心，他能主动牵你的手，说明他认真了，你要好好珍惜他。我知道，而且你放心，这件事我谁都不会说，连我妈都不说。谢谢。进。表哥，有个项目需要你配合一下。什么项目？国际快消品集团那个绝密新品，对方要求封闭式头脑风暴，为期3天2夜，断绝一切外部联系。我已经订好了郊区的度假别墅，会议室、住宿、温泉一应俱全。所以这个项目只能辛苦表哥和周总监2个人单独去，毕竟机密嘛，人越少越好。林夏，你在会议桌底下看到了？看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，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项目特别适合你俩单独去。表哥你别多想。表哥你给我发红包干嘛？就800块。逛街辛苦费。周周，我表哥刚才给我发了红包，就因为我给你们创造机会，他居然懂，他什么都懂。什么机会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